Apple 拒绝配合解锁，一边是执法与公共安全，另一边是数位隐私与资讯安全。只给好人使用的后门，在技术与治理上非常危险。在行动网络时代，平台不是中立的地板，平台本身就是权利。我们怎么在商业利益和公共责任之间做选择？上一部影片我们聊到 Cook 在接手 Jobs 之后遇到哪些困境，也做了哪些改变。第二部要来聊聊，在 Cook 将 Apple 经营成市值最大的公司之一后所遇到的困境和随之而来的问题。没有看过第一部的观众，可以从连结快速跳转观看。如果说 Steve Jobs 留给 Apple 的关键字是产品，那 Tim Cook 很想留给 Apple 的另一个关键字可能是责任。这听起来有点抽象，科技公司谈价值观，有时候也很容易被怀疑是不是公关话术。但在 Tim Cook 时代， Apple 确实花了很多力气，把某些价值包装成品牌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隐私。 Apple 常说隐私是基本人权，这句话在广告里听起来很漂亮，但真正让它成为全球事件的是2016年的 FBI 解锁争议。当时美国 FBI 要求 Apple 协助解锁一只与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相关的 iPhone， Apple 拒绝配合解锁。 Tim Cook 发表公开信，主张这样的工具一旦存在，就可能成为威胁所有使用者安全的后门。这件事非常复杂，一边是执法与公共安全，另一边是数位隐私与资讯安全。如果你站在受害者与调查单位的角度，会希望科技公司协助破案，但如果你站在资安工程师的角度，就会知道只给好人使用的后门在技术与治理上非常危险。因为软体世界里，一旦后门被设计出来，就很难保证它永远只被正当的使用。这场争议后来并不是因为 Apple 妥协而结束， FBI 透过第三方方式取得手机资料，案件告一段落。但这件事把 Apple 推到了一个新的位置，它不只是手机制造商，也成为全球隐私辩论中的重要角色。 Tim Cook 很清楚，隐私不只是道德叙事，它也是 Apple 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和 Google、Meta 这类高度依赖广告与资料分析的公司不同， Apple 的主要收入长期来自硬体与服务，所以 Apple 有条件把我们不靠大量追踪你赚钱变成品牌优势。这不代表 Apple 完全不搜集资料，也不代表 Apple 在隐私上没有任何争议。但相较于许多广告驱动平台， Apple 确实用不同的商业基础建立了不同的叙事。后来 App Tracking Transparency， 也就是 App 追踪透明度功能推出，让使用者可以选择是否允许 App 跨网站与跨 App 追踪。这对数位广告产业造成很大影响，也引发 Meta 等公司的批评。支持者认为这让使用者重新掌握资料控制权，批评者则认为 Apple 一方面限制第三方追踪，也同时强化了自己在 iOS 平台上的权利。这就是 Tim Cook 时代 Apple 很有意思的矛盾。他谈隐私是真的谈，但他谈隐私的同时，也在巩固自己的平台规则。他保护使用者，也管理使用者。他阻挡某些外部风险，也决定谁可以进入他的花园。除了隐私， Tim Cook 也经常把环境责任、供应链责任、多元与人权议题放进 Apple 的公开叙事里。Apple 宣称其全球企业营运已达成碳中和，并设定产品与供应链更长期的减碳目标。他也推动使用再生铝、回收稀土材料、减少包装塑胶等措施。这些都需要查证不同年份与产品线的细节，但大方向上，环境责任确实是 Tim Cook 时代 Apple 品牌的重要部分。当然，批评也存在，有人认为 Apple 一边谈环保，一边仍然依靠频繁更新产品刺激消费。有人质疑维修权与零件限制，认为真正的环保应该让产品更容易维修。近年 Apple 在自助维修与维修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但和维修权倡议者的期待仍有距离。所以 Tim Cook 的 Apple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英雄，他有能力做出一些比同业更负责任的选择，但他的每一个选择也都和商业利益、品牌控制、平台权利交织在一起。这不一定让他虚伪，但提醒我们，当科技公司开始谈价值观时，我们既不必全盘否定，也不能停止追问。因为价值观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是写在官网上的那一句话，而是在利益冲突出现时，公司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去守住它。当一家公司变大，它的每个选择都不再只是产品决策，它会变成产业规则，甚至变成其他公司必须服从的现实。
Tim Cook 时代的 Apple 最常被批评的地方之一就是 App Store。对许多使用者来说， App Store 是方便的入口，你不用到处下载来路不明的档案，也不容易遇到恶意软体。 Apple 会审核 APP， 管理付款，也提供开发者一个庞大的市场。但对许多开发者来说， App Store 也是一扇非常昂贵、强势的门。 Apple 对 App Store 内的数位商品与订阅收取一定比例佣金，常见被讨论的是 30% 抽成，但实际比例会依开发者规模、方案有所不同。更核心的争议是，当 Apple 同时拥有 App 商店、付款系统，又在某些领域推出自己的服务时，它是不是既当裁判又当选手？ Epic Games 和 Apple 的法律战就是最具争议事件之一。2020年 Epic 在 Fortnite 中加入绕过 Apple 内购机制的付款方式， Apple 随后将游戏从 App Store 下架，双方进入诉讼。这场案件把 App Store 的商业模式与平台权利推到全球聚光灯下。Epic 认为 Apple 的规则限制竞争， Apple 则主张 App Store 的封闭管理提供了安全性，与使用者体验也让开发者可以接触庞大市场。 Apple 的封闭确实带来很多好处， iOS 生态相对一致，恶意软体风险较低，付款体验顺畅，也更容易统一。但同样的封闭也让 Apple 拥有巨大的控制权，它可以决定哪些应用可以上架，哪些商业模式可以存在。对一般使用者来说，这些规则平常可能没感觉，但对开发者来说，平台规则就是生存环境。开发者写的不是一段单纯的程式码，写的是要通过审核承受平台抽成的产品。在行动网络时代，平台不是中立的地板，平台本身就是权利。近年欧盟数位市场法、美国与其他地区的反垄断调查都让 Apple 面临更大监管压力。欧盟要求大型平台开放更多竞争空间，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允许替代 App 市集等措施。 Apple 则以隐私与使用者体验作为主要回应。除了 App Store， 另一个阴影是供应链。 Tim Cook 最强的能力， Apple 能够把产品做得如此精密、大量准时，背后仰赖的是全球供应链，其中中国长期扮演非常重要的制造与组装角色。富士康、和硕等供应商是 Apple 产品能够大规模出货的重要一环。全球供应链从来不只是效率故事，它也涉及管理、地缘政治与人权议题。过去多年，外界曾多次报道 Apple 供应链中不同工厂的劳动争议， Apple 也发布供应商责任报告，声称持续稽核与改善。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手上的每一台精致装置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有设计师、工程师，也有无数在工厂里重复组装、测试、包装的人。科技产品越轻薄，越容易让我们忘记它的重量，但那个重量没有消失，而是被分散到世界不同角落。最后是创新疲乏，这可能是 Tim Cook 时代 Apple 最常被一般观众提起的批评。每年 iPhone 更新好像都差不多，相机再好一点，晶片再快一点，萤幕再亮一点。 Mac 很强，但似乎也是延续既有路线。 Apple Watch 成功， AirPods 成功，但很多人仍然觉得那个会让全世界一起惊呼的 Apple 好像不见了。这个批评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智慧型手机市场成熟之后，任何公司都很难在每年推出颠覆性产品。科技产业从爆炸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创新自然会变得更渐进。今天的 Apple 不再是从0到1的发明新类别，而是把既有类别打磨到极致，再放进自己的生态系。Vision Pro 是近年 Apple 试图开启新平台的重要产品，它代表 Apple 对空间运算的长期压注，但截至目前它仍面临价格高、内容生态不足、使用情境尚未普及等挑战。它会成为下一个 iPhone， 还是成为一个过渡性的高阶实验？现在下结论都太早，这也是Tim Cook在的 Apple 矛盾的地方。它成熟稳定，但成熟有时也意味着不再冒险。它保护使用者，也限制使用者。它让科技变得可靠，也让科技少了一点未知的期待。也许我们真正怀念的不只是 Jobs， 而是一个科技还能常常让我们相信明天会完全不一样的年代。Tim Cook 接手的不只是 Apple， 他接手的也是科技产业从理想主义走向巨型平台治理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本来就比较复杂，也不容易让人再次遇到奇迹。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Tim Cook 带领下的 Apple 还是 Apple 吗？如果我们心中的 Apple 永远停留在 Steve Jobs，
从口袋拿出 iPhone 的那一刻？那答案可能是否定的。那个 Apple 确实已经过去了，那是一个相信个人电脑会改变世界，相信设计可以挑战巨头，相信一次发表会就能让人重新想象未来的 Apple。 他年轻且叛逆，也带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反骨，但公司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远停在青春期。 Tim Cook 带来的 Apple 不再那么像一首摇滚乐，它更像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不一定每次都令人惊喜，但它必须稳定可靠。这样的 Apple 比较无聊吗？也许是，因为当一家科技公司真的走进10亿人的生活，它就不能只当一个舞台上的魔术师，它也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管理者。它要面对的问题不再只是下一个产品酷不酷，而是我们怎么保护使用者资料，我们怎么在商业利益和公共责任之间做选择，我们怎么在封闭体验和开放竞争之间找到界限。 Tim Cook 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讲，因为他是 Apple 成长不可或缺的角色，不是用一个产品推翻世界，而是在一个神话结束后承受质疑，维持秩序，做长期选择，然后让一家公司慢慢变成另一种形态。他没有成为下一个 Steve Jobs， 但也许 Apple 当时真正需要的本来就不是下一个 Steve Jobs， 他需要一个人，在全世界都盯着那个空出来的位置时，安静地说，我们继续往前走。很多年后再回头看， Tim Cook 时代的 Apple 可能不会被记得为最浪漫的 Apple， 但它很可能会被记得为 Apple 从天才神话走向成熟巨人的那一段。这段路没有那么多尖叫，却有很多重量。而科技最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里，我们总是期待下一个惊喜，但真正改变世界的有时候不是某一场发表会的掌声，而是一个公司、一群工程师、一套系统在漫长时间里做出的无数选择。 Apple 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Tim Cook 的评价也还会随着未来的产品监管与时代变化继续被改写。随着库克交棒给新任执行长 John Ternus 擅长硬体开发，近期作品 MacBook Neo 就是出自他之手推出后便大获好评，在低廉的成本下刀刀精准地砍出这台成本极低却拥有入门生态的最低门票，让 Cook 建立的完整生态系完整发挥价值。也令人好奇苹果之后走向是否也会如此激进，也让我们对 Apple 下一步棋更加拭目以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在留言区聊聊，你觉得 Tim Cook 是守成者还是另一种创新者？你怀念 Jobs 时代的 Apple， 还是更认同今天这个稳定成熟也更有争议的 Apple？ 如果这支影片让你重新看待 Apple， 也欢迎分享给同样关心科技产业的人。我是阿梅，我们下一部影片见。